第10章不知人间是何事，英美势力扫除一空各中秘密，丑态百出，股票狂潮，由盛而衰，向导新兴，形势大变，话剧风行，脉作甚盛，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晨午开始，跳到天光，妓院冷落，名花转业，乱世枭雄，突然死亡。南京路，我们在上海沦陷区的生活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来讲。第一个阶段是在傅小安当市长的一段时期，这个时期对租界上的人民丝毫没有影响。第二个阶段是汪精卫登场之后的一个时期，租界上就受到枪杀绑票的威胁。第3个阶段是日本人向英美宣战，日军开进租界后的一个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就想到汪派的势力会跟着伸展到租界，但是实际上日本占领了公共租界之后，除了币制和报纸的言论方面受到控制之外，日本人认为公共租界是日本军人所占，政治与汪政府无关，仍然沿用着旧时公董局制度，不过总统却换了一个日本人，副总统名义上由中国人员吕登担任。英美势力扫除一空，813战事初起，国军退到南京之后，日本军人的每一种细小事情，大家传得很快。我记得有3件事。一件是乡民进出租界，日本宪兵一定要他们脱帽鞠躬致敬，同时还要略略搜查一下，搜到香烟，要他们拿出来看一看，如果是英美香烟，便会被掴一下耳光，如拿出来是大连珠或金属牌中国香烟，他们就大喝一声，让来人过去。因此有许多乡下人为了免除麻烦，特地买一包中国香烟作为护身符。有些人就在鞠躬之后出示香烟，简直像是通行证一般。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初时大家都想不出理由来。第二件事是市民经过北四川路桥头，都要下车向站岗的日本宪兵鞠躬致敬。有一个西桥，昂昂然地走过桥面，略略向日本宪兵点头致意。这种情况中国人也有的，日本宪兵倒并不重视，而对这个西人却大肆咆哮，要他立正脱帽鞠躬。鞠躬之后还伸出巨灵之掌，啪啪的连打了好几下耳光，而且命令这西人匍匐地上，日本人骑在他的身上片时才放他走。第3件事，北四川路桥渐渐放松了，市民坐人力车都可以通过，不过在车子上仍然要脱帽致敬。有一名西人也坐了一辆人力车，行礼如仪，本来应该无事，谁知道宪兵竟勒令停车，命令车夫坐上车子，反让那个西人拉车。这件事使当时围观的中国人感到十分痛快，因为租界上的西人一向轻视华人，所以宪兵这一个措施竟然有人叫好。后来我们才明白，日军的这种行动都是含有反英美意义的。珍珠港事变前夕，报纸上的反英美的消息越来越显著，只知道日本的来期大使与美国总统谈判。这时期朋友相聚，无非谈些报纸不登载的时局推测。有人说，日本人这次对中国作战是陆军部单独主张南进政策，而海军部适时掣肘，认为南进政策是错误的，他们重大的任务是要采取北进政策，扫除英美势力，这样可以轻松地实行大东亚主义，将东南亚所有小国家并吞殆尽。我对朋友间的推测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。不过几个有资格的朋友说，中日战争日军曾到过独山，再要打进重庆，时间越来越缩短了，
而且看来国军有若干地方脚步大乱，一切部署都落在事实之后，这个时候真是危险到了极点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出路，希望英美加入战争才可以解围。这不过是渺茫的希望，谁都不信会成为事实。料不到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大队日舰突然侵入珍珠港，对美国军舰大肆轰炸。美国的海军损失之大，是他们历史上从来未有的。又隔了几小时之后，日皇昭告天下，向英美宣战。不久，日本人居然把一批英美人关进集中营，原来集中营早已布置好了。这天报纸被抢购一空，因为报纸上刊有同盟社的电讯，说日军已攻打香港，怎样怎样顺利。又有一则电讯说，英国最大一艘威尔斯号母舰被日军炸沉。后来报纸上的电讯只是说，今日日军占领某地，明天占领某地，真是势如破竹，进展之速出人意料。当时上海人都敏感得很，形势究竟要坏到什么地步，任何人不敢想下去。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忽然和日本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，内容要点有同甘共苦、同生共死的话，而且隐约说这是大东亚战争的开始，南京政府必全力支持。这个联合宣言我看了6、7次，心想说不定连我都会被征兵役，那可就不敢想象了。汪精卫这篇联合宣言仅是制造一些气氛，实际上汪精卫所属的和平救国军及杂牌军队为数50、60万，这时逃逸的人不计其数，因为这种军人志在领饷，混一口饭吃，而且还可以掳人勒赎，坐收当地烟赌的黑钱。现在既真的要参战，他们就开小差，溜之大吉了。